欢迎来到非洲。熟悉我工作的人知道我有多爱这片大陆。这是我的工作室，坐落在这座山的一侧，在南非开普半岛，俯瞰着大西洋。每年我都会进入一次非洲丛林，进入偏远和荒野。从南非到纳米比亚，我们穿越纳米布沙漠，沿着骷髅海岸探险，向东穿过广袤的埃托沙公园，获得补给，然后进入博茨瓦纳，欣赏奥卡万戈三角洲的奇观和乔比河葱葱郁郁的平原，短暂进入津巴布韦，看卡里巴湖，然后穿过卡拉哈里沙漠返回，穿越南方干旱的土地，非洲的卡鲁，带着书写本回到开普敦，充满了美好的回忆。要在荒野探险中画画，你需要轻装上阵，所以水彩是理想的媒介。你不需要大量的颜色或很多笔刷，只是足够的纸和一些水。通常我只用3种颜色和1把刷子。让我带你去工作室，告诉你这意味着什么。这些大象的速写我只用了3种颜色来画：普鲁士蓝、茜树深红和黄赭石。有时我可能会添加第4种颜色，就像这个狮子的头像，我用的是普鲁士蓝、黄赭色和焦赭色，再来点棕褐色画嘴、鼻子和眼睛。但你甚至不需要3或4种颜色来画野生动物。灌木丛中动物的形状是如此的独特，你可以用1种颜色和寥寥几笔描绘很多东西。画鸵鸟只要1点棕褐色，而角马也只要棕褐色的深浅2种色调。长颈鹿则只用了赭石。长颈鹿的形状是非凡的，长长的弯曲的脖子，笨拙的姿势，这些用几笔就能很快地抓到。选一支好的笔刷，弄湿它，甩干它，检查一下笔尖，记得事先准备好你的颜料。成功的水彩画跟用好你的笔刷有关。调制颜料的正确方式是蘸取颜料并同时转动笔刷，拿起来时保持笔尖。我更喜欢这样直接进来，用刷的而不是用铅笔画草图。当你熟悉了对象的特征，直接用颜色刷的方式更好。长颈鹿、斑马，很多食草动物能保持静止的状态很长的时间，足够给你画个速写。然后我蘸取更浓的颜色，在这些斑点上轻轻点上去，来得到这些斑纹。熟悉的斑纹，长颈鹿所特有的标志，沿着后背的漂亮的鬃毛。只有1种颜色，几笔笔触。了解你所需的颜色的干湿程度是至关重要的。来看这只鹰，干刷扫过纸张凹凸的纹理，在翅膀上形成了枯笔。看看这些鸬鹚，它们是用干刷在更平滑的表面上画成的细纹纸上。你需要用黑貂毛的笔尖来抓住鸬鹚的喙，然后转过来，用笔肚向下按压，画出鸬鹚的身体。看看有一个好的笔尖是多么重要。然后刷过纸的纹路，你可以看到它是怎样以一种枯笔的方式创造了毛糙的边缘、翅膀的边缘。只要轻轻地提起笔刷，就能产生更粗糙的笔触。同样运用这样的干刷，
去掉一些颜料，回到这棵树上来，创造粗糙的树皮。用2种颜色，范围就变得更广。看看这些秃鹫，它们是用普鲁士蓝和胶赭来画的。看看颜色是如何衔接并融合在一起的。蓝色融入棕色，棕色过渡到蓝色。这只豺狼用群青和胶赭画的。再一次，看看颜色是如何融合的。我用葛红和普鲁士蓝画了这些优雅的火烈鸟。现在看看它们起飞时的样子。同样的，普鲁士蓝、葛红，看看这2种颜色是如何融合的，使得一间变黑。让我演示给你看，将这2种漂亮的颜色混合成黑色。先准备好你的颜色，一些漂亮的葛红，另一把刷子上是普鲁士蓝。水量是至关重要的，因为你不想让颜色到处跑，要恰到好处。现在我开始画，首先红色进来，一路往下，很强烈，很漂亮。这个红色真的很强烈。然后再进来，冷色调的普鲁士蓝，与葛红混合就变成了黑色，因为普鲁士蓝中的绿色是红色的对比色。同样来做另一边的翅膀，红色一路下来，然后是普鲁士蓝，得到那个漂亮的一尖。现在你可以把画笔上的颜料洗掉，只要用一点点普鲁士蓝来画阴影中的身体。再来一点点红色，向上画到脖子，洗掉一些颜料，真的很淡。进入头部，头上有更多的粉红，然后到它的喙，2种颜色将在这里相遇，你将得到喙的黑色，可能要更深一些，那就再加点深色进去。画腿的时候需要更干的颜色，你可以在厨房纸上擦干一些，然后较为快速地画下来，所以你就得到了这样的笔触。膝盖上的小关节，创造出一个漂亮的脚尖。我总是用这些笔触来画出漂亮的边缘。这里没有背景，我只需要把这只鸟的边缘带出来，做出一点阴影，把翅膀带下来，留下一点亮光在它漂亮的身体上。现在把刷子上的颜色都洗掉，回到它的头上再整一下形，向下到它的脖子。看到有多简单了吗？只有2种颜色，你得到了如此广泛的范围。一旦你有了3种颜色，红色、黄色或蓝色，你就有了所有颜色的选择。在我回到工作时画的这些大象中，我只用了3种颜色：群青、茜树深红和黄赭色。看看颜色是如何融合以及重叠的，做出这些绿色、紫红色、橙色以及3种颜色混合在一起，产生出很棒的灰色和强烈的深色。野生动物经常是土色的，因为有迷彩作用，所以我发现我用了很多胶赭和黄赭。让我们添加第3个普鲁士蓝，来轻松地画一幅速写跳羚。先来胶赭，你看到吗？有时候纸张表面的粗糙纹理会留下一些飞白的笔触，一些破碎但可爱的边缘，沿着脖子下来。这些笔触的破碎的边缘往往是很可爱的。当你在观察这些动物时，因为是在野外，它们往往移动很快，你必须善于观察。当一个动物向前跑出你的视野时，你可以通过观察它的同类来得到同样的或相似的姿势。它们都常常以相似的姿势行动。你可以通过一群跳羚来完成对一个跳羚的写生。你要做的是让颜色融合，湿中湿，纸张越粗糙，颜色在纸上保持湿润的时间越长。
这个蓝色慢慢下来，可爱的白色臀部，再来一点黄赭，让这里暖一点。然后把普鲁士蓝和焦赭混合，让这些暗色沿着臀部后面下来，带出这个小尾巴、耳朵的暗部，还有这些可爱的弯曲的角。所以有一个好的笔尖是很重要的。然后是跳鳞了可爱的商标一样的条纹，几乎是纯的胶赭颜料，趁着还是湿的去衔接，沿着条纹的走向，然后在头部靠近眼睛这里轻轻点上深色，但不需要太多，让它们盛开来，形成一些深色，然后沿着腿下来做一点痕迹，只是表示一种动态，只需要非常淡的笔触，不需要画蹄子，一点点，适宜那些腿的大概位置。趁着底色还是湿的，只要加一点点暗色进来。如果纸干了，就把笔蘸一点水，把它刷洗下来，把颜色融入下面的腿中。此时你再添加棕色时，颜色又可以融化到湿洗过的地方，然后再轻轻地画上头上的深色条纹，向下直到跳鳞的鼻子，再用清水稍稍揉画边缘，然后是一点点黄赭在肚子下面，给到一点点可爱的沙子的颜色，让腹部增加一点反光的色彩。因此有了3种颜色，你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功能性。水彩画的技法很完美，很适于画具有斑驳的花纹的野生动物。看看这些豺狼身上的标记，黑色的背部如何融入灰白的身体。湿中湿水彩很适于创造这样的效果。还是用胶赭，很漂亮的水彩。先画出这小家伙的整体造型，快速的完成。尾巴在后面下来，小鼻子。这次我要用群青，因为群青和胶赭混合，产生很漂亮的黑色。把这2种颜色在纸上混合，让群青进入底色，创造出可爱的深色。黑背豺狼的黑色背影。再来一点浓一点的颜色，给到这些很深的部位，就像这里尾巴的黑色，鼻子的黑色，耳朵里面的黑色，和这里黑黑的眼圈，这样轻轻地点上去。这里稍稍给一点胶赭来加强耳朵。地上有一点影子，一只黑背豺正在觅食。这只长颈鹿脖子上的图案是在底色干之前画上去的，所以边缘是柔和的，没有不均匀地盛开到底色各处。颜料在合适的时机被加入到底色上，在这些猎豹身上留下标志性的斑点。如果你太快把颜色加到湿的纸上，它可能会扩散到无法控制。如果你加入的颜色太湿，就等于加入了太多水，就会盛开得很不均匀。记住，之前的刷洗已经有很多水，所以你只需添加一抹浓稠的颜料，让它慢慢地散开。你的原料越浓，它就越不会散得太开。当然，如果你等太久，它就完全无法晕开了。
实际的猎豹皮毛的颜色在斑点下面颜色是很淡的，所以我稀释了黄赭色来画它，把头部都刷到，甚至进入那双可爱的琥珀色的眼睛。趁着底色还是湿的时候，让橙色从头顶进入，融入整个黄赭色的底层，用普鲁士蓝加深暗部，不想让它太绿了。现在我想把这些可爱的棕褐色带进来，在底色变得太干之前。还有一个方法是，你可以在一个经得起盛开的地方做一下测试，在那里它可以扩散一点，所以不是在你的主要中心区域，嘴巴下面，这是一个相对宽的部位，你可以看到棕褐色可以扩散到多远。现在做这些可爱的斑点，不要随便加，试试看看它们是如何塑造身体的形状的，它们实际所在的位置。通常这些动物身上的斑纹都很特别，你观察时间越久，就越能在动笔前就心中有数，就越能把握它。如果你发现颜料变得越来越干，再加一点水就好了，只是蘸一点，不要太多，因为你不想让它到处跑。有些斑纹的边缘是硬的，就像斑马身上的条纹。为了使这些斑纹的边缘清晰，在画之前需要等底色变干。这种技术在水彩画中被称为湿碰干。我现在要用它来画这只斑马身上的花纹，混合胶赭和群青，颜色搭配得很漂亮，得到一个很棒的黑色。我们有一个锋利的笔尖，这个黑貂毛的笔尖，来确保画出清晰的边缘。你观察斑马可以发现，这些条纹实际上塑造出斑马的形体。画笔的多功能性使你能够从这里开始，越往下越宽，又变窄。学习制作貂毛笔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可能要5年。制作者需要接受专门训练很长时间，才能制作出一支真正的貂毛笔。还有貂毛笔也能装很多颜料。所以你看，我不需要重新加载我的画笔，可以画相当多的条纹。现在我重新蘸取颜料，小心地做这些条纹，塑造身体的形状。一个高质量的笔尖能胜任这一笔的完美开始和完美结束。然后在尾巴下面，我们可以用相同的黑色，始终确保手边有干净的水，这样你就随时可以做柔画、延展或清洗的工作。然后做一些漂亮的干刷，让它的尾巴甩动起来。是这些条纹创造了形状。我希望这些素描和色彩已经让你胃口大开，两者都用于水彩画和在非洲旅行。所涉及的技术就像有关于你在自己的后院画画一样。狗、猫就是裁量的替代品，还有狮子。你要记住的就是使用灵动的笔触、有限调色板的易用性，还有就是在车顶画画的勇气。就像时机对捕食者至关重要一样，水彩画也是如此。正确的颜色，适时添加，在正确的地方，
其本身并不需要很长时间，但需要为那一刻做更久的准备。在你用刷子接触纸张之前，等待和思考，更多的话毁于不耐烦，而不是其他。如果不去管它，水彩画也会给你惊喜。学会放下，忍住修饰它的冲动。在非洲美好的一天结束时，太阳给天空涂上了惊人的色彩。如果你试图追逐那些颜色，如果你追逐太阳，你会不断改变你的想法和画，宁愿等到太阳下山。通常最好的颜色还在后面。只用3种颜色、1把刷子和1块海绵，让我们把非洲美好的一天画上完美的句号。